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他从小与佛结缘，17岁出家，28岁上五台山复兴祖庭，43岁成为当时全山唯一方丈，缔造了一个佛教界的传奇。他就是佛门高僧妙江大和尚。多年来，这位奇僧一人恢复了10余座寺院，剃度的弟子数百人，在家皈依居士上万人。就连文殊菩萨都曾为他显圣，救他一命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妙江大和尚的传奇人生。1952年，妙江大和尚出生在了一个祖祖辈辈学佛、信佛的农民家庭。据母亲讲，他是祈求观音菩萨送来的孩子，而且一出生看到的就是佛龛里慈眉善目的佛菩萨圣像，闻到的是佛前氤氲着的沁人心脾的檀香气味。在3、4岁的时候，因为母亲要下地干活，家里没人照顾孩子，无奈之下，他只好被送到一所特殊的幼儿园里，离村子7、8里地的黑龙洞山寺庙。妙江大和尚从小就机灵可爱，所以寺庙的师傅们对他很是照顾有加。用妙江法师后来的话说，就是老佛爷吃啥我吃啥。在7岁的时候，妙江大和尚就跟随母亲到了大同善化寺，在佛前受了3皈依，并履行了出家仪轨。自此，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小行者。别看他年纪小，他会的却很多。小小年纪就已经开始学习普门品，会念大悲咒了。此外，妙江大和尚每天还随母亲做早晚功课，诵经念佛。虽不懂，但却没有片刻遗忘。跟师父学慈悲喜舍，自然就应用在生活中。当年生产队分土豆，他总是在别人领完后最后一个领取，分到的土豆往往是小的、差的，但每次回家都会得到母亲的称赞。等到了17岁时，妙江大和尚拜大同云冈的藏通法师为师，正式剃度出家。1973年的一天，妙江大和尚在村里修水库，他和另外一个人抬着一袋装满水泥的毛口袋走在大坝上。由于走在前面的人不小心没有走稳，滑了一跤，于是把走在后面的他从17米高的坝上甩了下来。要知道，那时坝下面都是烂石块，人掉下去肯定是没命了。妙江大和尚在跌下去的瞬间好像失去了知觉，只是看见了一尊100多米高的文殊菩萨。等妙江大和尚明白过来的时候，自己竟已安然无恙地坐在了坝底下躲的几个毛口袋上了。妙江大和尚顿时明白，是因为菩萨的慈悲愿护，才让他得以平安无事。从此，妙江大和尚就怀着一个报恩的心，对文殊菩萨和他的道场有了深厚的感情，并发心日后一定要去五台山。1980年，妙江大和尚终于来到五台山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被五台山佛教协会保送至南京栖霞寺学习，并受到名山老法师和圆堪法师的精心教诲。他利用一切时间深入经藏，广研佛典。到了1984年，妙江担任了南山寺管家。由于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，1年之后，他又被派往慈福寺任当家师。待慈福寺状况好转以后，他又被派往竹林寺当家。在抵达竹林寺后，妙江大和尚开始在竹林寺广修殿堂，将一片荒凉中仅有几间房舍的小寺庙，经几年的不懈努力，建成为今日之规模宏大、布局新颖、威严华美的大庙，成为五台山全山寺院中最大的古风道场。1993年，妙江大和尚担任了五台山佛教协会副会长，并在五台山碧山寺当家。1995年8月，妙江大和尚接承华严行者受智老和尚授予的碧山寺法卷，成为碧山寺第5代传人，也是五台山全山唯一的方丈。在成为了碧山寺方丈后，妙江大和尚将全部精力投入五台山的建设与管理当中。他主持重建了碧山寺、天王殿、彩绘殿堂、庄严华园，将五台山唯一设有戒坛的大寺院治理的道风端正、井然有序。多年来，妙江大和尚在国内兴建重建寺院10余座，经大和尚剃度的弟子数百人，在家皈依居士上万人。五台山北台俗称华北屋脊，海拔3058米。岁月更迭，只剩下一处残破的小庙。
历代曾有众多前辈高僧大德曾立志要修缮北台，但因地势险峻、路途艰难、气候条件太差等诸多原因而未能如愿。妙江大和尚克服了北台海拔高、气候多变等困难，创造出前无古人的奇迹与辉煌。如今北台之顶在他的手中终于得以新生。在这几十年来，妙江大和尚一直坚守佛界的粗茶淡饭，朴素无华，淡泊名利，甚至有时因事务繁忙，经常误了吃饭，但他从不要求厨房为自己开小灶，大都只泡一碗塑料的方便面，或者自己随便做点土豆倭瓜熬白菜，就个干馍一吃。但是每当社会遇到大灾难，由他做主的寺院总能在第一时间捐出钱财，无论是南方雪灾还是汶川地震。另外，人们对于弘法的印象往往就是法师们严肃地讲经说法，但是妙江大和尚的弘法方式却有很多种。2005年，妙江大和尚设立的清凉之旅夏令营，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4届，为期7天，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后来的几百人，许多人因此与佛结缘。另外，妙江大和尚还发起华严颂祈福音乐会，它是以佛经《华严经》为核心，结合民族文化，添加多元素演绎而成的一场大型宗教祈福音乐会。他希望人们看完这场演唱会后，可以生出正气、正能量，家庭可以和睦，社会可以和谐，世界可以和平。看完了妙江大和尚的传奇一生，相信大家都有被他的传奇经历所震撼到吧。其实除了妙江大和尚外，还有很多师父都有着与妙江大和尚一样的神奇经历。比如陕西灵泉寺的住持德明法师，他出生在农民家庭，从小就经常思考人生，对人生充满疑惑。在16岁的时候，他第一次接触佛法。那时他上学很调皮，经常跳墙去网吧，上网搜索一些关于人生意义、生命的话题。偶然间，他看到一个释迦牟尼佛传，从佛陀出生到涅槃，他看完之后整整哭了一夜，决定一定要出家。因为他发现接触佛法后，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，佛给了他答案，而这正是他要寻求的。于是他选择出家为僧。他的妹妹本来不信佛，没想到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问题，在哥哥的指引下，竟然有了很大的改变。到后来，他的妹妹也开始深信佛法，选择出家。而他的父母从最初的坚决反对，到如今也开始学佛，并赞叹儿子、女儿走的是正路，太伟大了。正如那句老话说的，莫道僧家容易做，皆因吕氏种菩提。虽然不是真罗汉，也达如来3顶一。不要以为出家是轻而易举之事，都是因为在多生累劫中积累培植了菩提善根，才能获得现世的出家因缘。除了德明法师，在广东还有这样一户人家，一家3姐妹先后出家，其中2个竟都当了住持。3姐妹中最小的妹妹正是广东中山市三角镇普贤寺住持妙乐法师。她出生在一个佛化家庭，从小一看到佛菩萨就会流泪感动，有一种很神奇的缘分。她小时候非常喜欢去寺院，更是常常梦见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。1岁时，她就能诵心经、大悲咒，所以师父相信她前世就是个出家人，只是没有修好，又来到了这个世间。她8岁的时候，姐妹3人皈依佛门，没多久，2个姐姐就先出家了。出家时，大姐20岁，二姐17岁，而那时还在读初中的妙乐法师也已决定我要出家。最终，他16岁在普贤寺正式剃度出家。妙乐法师说，这是素世以来的善根和佛缘，都是阿弥陀佛给自己的信心。素世以来肯定也是个修行人，才会从小发愿出家的，没有这个因缘是不可能从小就出家的。最后一位是佛门的一代高僧索达吉堪布，他出生在一个佛化家庭中，与生俱来就对佛菩萨有很深厚的感情。从小他就有一颗慈悲之心，每次看到家中邻里宰牛杀羊，他就会死命地护住被杀动物，恳求不要杀。他学习刻苦，还考上大学，
谁知最后他竟然放弃大好前途，选择出家。当时条件还十分简陋，他有10年左右时间都是在烈日、暴风、大雪中度过。短短几年时间，他通过讲论、辩论、著论，成为了学院的大堪布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他的母亲后来竟追随他去了佛学院，成为了一名出家人。虽然不识字，但他在儿子的指导下精进修行。很多活佛都赞叹，并且认定他是大成就者德钦朗巴尊者的转世，今生是乘愿而来，广济众生。就连他去五台山朝拜时，五台山大白塔大放光芒，塔身变成透明。在场的师父们纷纷赞叹，文殊菩萨都为他显灵了。这些师父们带着弘法的大愿，选择了一条清净无悔的路，这一切皆是宿世因缘。佛说一子出家，9祖升天，可想而知，出家的功德和孝道不是用语言可表达的。所以说，世间最珍贵的不是金钱财富、事业权位，而是那个能够带领我们走入觉悟圣地的人。而师父们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们无私地给予了众弟子智慧的光明，他们无私地唤醒了众弟子内在的佛性，他们就是大爱的化身，是慈悲的光明，是正觉的导航。世间有一种缘，是千百世修来的师徒之缘。此刻，让我们法布师道圈子里，一起对所有的师父们说一声：师父，今生弟子愿跟随您，回归佛心性海，回归无量光寿，今生来世绝不辜负师父恩。今天无论您身处何处，请供养在圈子里，让我们一起双手合十，顶礼赞叹所有师父们。有了僧宝，才有正法，请您善心传递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